比特币的世界里，2%的人掌握了93%的财富。凡是和加密货币有关联的资金，在资金来源的合法性方面，都会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要如何夺回金融权利，让金融真正的服务每一个人呢？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是否还能作为数字黄金，承担着我们资产转移和资产增值的作用呢？我们现在讨论资产转移和资产保值，始终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是加密货币。而我们讨论加密货币，始终绕不开的两个话题是加密货币的匿名性以及加密货币的价值。目前持有加密货币的人大概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人持有加密货币是因为他们觉得加密货币是加密的，它的流动性是匿名的，所以我的各种操作都是没有办法被追踪到的，它可以有效保护我的隐私。万一之后中国被制裁了，人民币贬值，至少我还有加密货币可以做对冲。另外一类人觉得他非常看好加密货币的前景，觉得加密货币会不断的升值，而自己投资加密货币最主要的原因是等待加密货币升值，然后从中获利。加密货币的鼻祖比特币于2009年诞生，到目前跌跌撞撞走了13年。比特币从诞生之初被人们称作数字黄金，因为它完全具有黄金的3个重要属性：完全匿名性、稀缺性和保值性。那么在13年后的今天，比特币的性质是否发生了变化呢？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是否还能作为数字黄金，承担着我们资产转移和资产增值的作用呢？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我对加密货币在资产保值和资产转移方面的一些观点。首先，我的观点是，加密货币在今天并不是资产转移和资产保值的一种很好的方法。在资产转移方面，比特币本来是一种匿名的资产转移的非常好的手段。主要原因是比特币的诞生有2个最重要的推动力。第一个推动力是人们为了反抗现有的金融专制。20世纪初，各国实行的基本上都是金本位的制度，黄金和纸币挂钩。这个制度是限制央行权力的一种机制。美联储以及其他国家的央行可以多印纸币，只要他们有相应数量的黄金。如果没有黄金，就不能印纸币。但事情发生了变化。1971年，尼克松总统下达命令，让美元彻底不再和黄金挂钩。美元和其他货币的价值让市场自由决定。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美元脱离金本位的制度能够让央行更好地应对经济的起起落落。如果经济发展得好，或者大家手里攥着钱不花，为了刺激经济就多印些纸币。但是这样的政策同样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特别是反政府圈子的批评。他们说，美元脱离金本位，央行的权力过大，可以不加控制地发行纸币，这对美元的长期价值会造成破坏，也会造成政府无节制的开支。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刚刚发生，金融危机暴露了金融界和政治界的太多弊端，人们向往出现一个新的制度。美国的茶党占领华尔街的运动，维基解密运动，这些核心都是要把权力从少数精英阶层的利益夺回，再分发给个人。而金融权力一直牢牢地掌握在上层的精英手中。要如何夺回金融权利，让金融真正的服务每一个人呢？第二个推动力是加密技术的发展。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新的网络技术，公开密钥加密，这也是后来比特币程序的核心技术。每个使用这种新技术的人都可以获得一个公开的钥匙，和一组数字和字母随机组合与其相对应的一个可以自由发送的地址，再配合一个相应的加密钥匙，只有使用者才知道的密钥。这2个钥匙是通过数学相关联，只有通过这个密钥才可以打开。别人通过公开钥匙发送给他的信息，只有他才可以接收。至于公开与加密的钥匙的关系是通过复杂的数学运算来确定的，它的运算非常的复杂，通过公开钥匙的数据没有办法算出加密钥匙的组合。这种新技术就决定了比特币能够实现完全的点对点的匿名。2009年，中本聪公开了他写的比特币软件，并且开始强调他的伟大理想和动机。
在谈到传统货币上，中本聪说，传统货币根本问题在于它所依赖的信任，央行必须可信，必须不能让货币贬值。但是法币的历史证明了这样的信念多次遭到践踏，央行并不可信。中本聪一开始就把比特币和黄金进行了比较，比特币会是一种全球性的货币，人们可以拥有使用比特币，也跟黄金一样，它的价值由想购买的人确定。中本聪的设计是把这些货币当作跟黄金一样的稀缺物资，总共只能创造出2100万个比特币，并且无法仿造。另外，比特币软件和规定，赢得每个区块的电脑可以获得50个比特币，前4年按这个速度进行，第二个4年只获得25个比特币，以后每4年递减一半，直到生成2100万个比特币为止，就不再生成新的比特币了。这就决定了比特币和黄金一样具有稀缺性。比特币的数量有上限，所以很多人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比特币会越来越难获得，它的价值一定会上涨。但事实是，这些都只是人们美好的幻想。在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有财富的地方就会有贫穷，但是在历史上任何时期的贫富悬殊都没有像比特币世界这么大。如果单看比特币世界的财富，截至目前，比特币一共被开采了1890万个，但是超过 97.9% 的比特币地址持有的比特币连一个都不到，而超过 50% 的比特币地址总共只有不超过 0.01 个比特币。那么比特币都到哪儿去了？在 2.12% 的账户中，总共持有了1759万枚比特币，占总数量的 93%。 也就是说，在比特币的世界里， 2% 的人掌握了 93% 的财富。而传统的金融世界中，世界上最富有的 10% 的人也只是拥有全球 75% 的财富。我们再对比一下黄金的持有分配，这是全球持有黄金最多的国家和机构，但是这些黄金只占全世界所有黄金的 20%， 其他 80% 的黄金都是私人持有。印度是私人黄金储备量最大的国家，有约1万至15000吨的黄金，大约是目前世界上 10% 的黄金。黄金是目前全球还在使用的最古老的货币，但是它的持有分布也是最为分散。其次是目前通用的以美元为首的纸币体系，而代表着未来、代表着对抗金融专制的比特币。令人意外的是，在比特币的世界中，财富分配前所未有的分化。这说明了什么呢？比特币的市场还有其他加密货币市场，其实已经是一个财富极度集中的市场。大部分的加密货币只掌握在 2% 的人的手中，这是一个极度控盘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加密货币的价格已经不是人们愿意付出的价值的反应了。加密货币的价格更多的是少数人零和博弈的游戏。如果现在还想把加密货币当做一种财富增值保值的手段，其实有点过于一厢情愿。有小伙伴说，我没想过买加密货币发财，我就想通过加密货币匿名转移资产。那么这种方式现在可行吗？我个人觉得不行。国内很多小伙伴用加密货币转移资产的常见做法是，用人民币在交易所购买加密货币，然后卖出加密货币，换取美元或者其他外币，再提现到境外的银行账户。匿名性是加密货币最重要的特征，也是先驱们开发加密货币的原因。先驱们希望通过加密货币点对点交易的特征，绕过金融机构和政府的监管。但目前的事实是，如果我们想交易加密货币，除了各大交易所之外，并没有太好的渠道。而这些交易所迫于政府的监管压力，要求每个用户都要进行类似银行开户一样的 KYC 认证，我们的邮箱、手机号码、身份证件、出生日期都必须提交给交易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户，才能获得一个热钱包，才能开始交易加密货币。此时的加密货币还谈什么匿名性？有的小伙伴会说，那我可以选择冷钱包。不错，我就有一个冷钱包，它目前的作用是，我在交易所买了加密货币，暂时不想卖，所以就存到这个冷钱包里面。如果我哪天想卖加密货币了，
还需要把加密货币从这个冷钱包转移到交易所的热钱包。如果你买了加密货币，然后把它埋起来，几年几十年不会动它，那么你可以选择冷钱包是没有错的。但是我相信99%的人买比特币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卖掉。而我们卖比特币的时候要怎么样找到买家呢？答案是只能通过加密货币交易所，因为点对点的加密货币转账是不可撤销的，这也就意味着无法解决信任问题。比如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人，他要买我的比特币，我要他先付法币给我，他要我先付比特币给他，我们双方都没有办法互相信任对方，交易就没有办法完成。而只有交易所才能够提供担保交易，才能够撮合加密货币买卖双方达成交易。而一旦我们进入交易所，必须要进行 KYC 认证，那么加密货币就失去了它的匿名性。虽然和我交易的对方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但是交易所知道。如果对方发起交易疑问，或者政府发起合规审查，我们所有的身份信息都会被暴露得一览无遗。即使我们不在交易所交易，那么目前比特币的网络也做不到完全匿名。荷兰的开源技术分析师本杰明·布朗，他仅仅通过一个比特币钱包的地址，就追踪到了叙利亚圣战组织、南非儿童绑架案劫匪、在线诈骗案犯罪的资金走向。因为比特币所有的交易都会被保存在公共区块链上，而所有的人都可以查看。比特币到今天，它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创世先驱们的规划。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们创造了新的财富神话，而这些加密货币财富神话目前为止还只是属于少数人。如果你还没有通过加密货币达到财富自由，那么今后也不大可能会有。而加密货币因为游走于传统金融系统之外，更多的被极端分子和罪犯利用，这就导致了凡是和加密货币有关联的资金，在资金来源的合法性方面都会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在无法追踪加密货币上层关系的前提下，贸然用加密货币来转移资产，是会把资产洗白，还是会把资产洗黑？这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觉得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加分享，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帮助更多的人。那我们下期再见。